嗨，大家好，我是奈奈。我昨天呢，终于完成了最近在剪辑的一支影片。因为我的正职呢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最近就是有一些要送件的期限，所以就必须要赶在那个期限之前赶快把它完成哦。虽然我在赶的这个作品不是新的作品，是之前旧的作品，然后有一部分的影片必须要重新的去剪辑跟编辑，但是我还是花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几乎都没什么睡哦，就是在赶这支影片，所以我现在真的是放下一个心中的大石头。然后也觉得，因为我这个案子真的做的非常的久哦，从我开始做到现在已经快要1年了，那他都还没有办法结案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万般的痛苦。然后，每一次我觉得是在每一次的你再重新去审视这个自己的作品的时候，它好像又就在长出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就是随着我的生活一直往前进，然后，我的经验一直在增加，然后遇到的事情一直在改变，然后对作品的诠释好像又有一些蛮不一样的看法。所以我这一次在一些结构上面有比较大的调整哦，就是我把一些原本我觉得很 care 的一些枝微末节的地方都先拿掉，然后剩下一些我觉得是反而是比较简单一点就好这样子。我这样讲好像在抱怨我的工作，不过我一直没有讲说我为什么要开这个频道。其实我觉得，就是现在线上的身心灵老师啊，然后身心灵相关的频道已经非常非常的多了。你想要什么资源，你都可以。比方说，你今天想要冥想啊，随便打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一大堆的影片在教你怎么做。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就想说，那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呢？然后想了很久以后，就是想说，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是我可以做的哦。所以呢，我就想要来做一个，就是想要讲我想讲的哦。好，就是跟你们分享我开这个频道的初衷。好像有点无聊，就是一个很没有目标的一个频道。那如果你还愿意继续听下去的话，听我在这边分享我的生活的话，因为我以前是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哦，所以我某种程度上面对于那些就是精心设计过的影片啊，就是比方说你要先设定你的受众啊，然后你要很很有规划的提出一些见解啊，然后去达成你的流量密码。这些东西我其实都蛮厌倦的哦。我之前在广告公司工作快10年，10年的时间，每天都是在操作一些品牌啊，就是在做这些跟流量有关的事情。尤其我以前是文案，就是我要产出一些影片的脚本，那都是要一直在想说，我怎么样做影片点击率会比较多。那我觉得这一切就是一个选择啊，就是当你什么事情都在想说我怎么样让更多人可以看的时候，你就已经在想着要让别人看。那我觉得在那样子的程度下，你必须要隐藏很多的自己哦。这是为什么我后来选择当一个艺术家，因为我觉得艺术这个行业是很尊重个人的主体性。当然还是有一些艺术家，他们非常的去迎合市场，但反正我就是不是走那个路线的，因为我觉得，呃，
你必须要有拒绝社会还有拒绝这个市场的勇气，你才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这只是我对艺术的看法。好像有点离题了。我今天想要分享的其实是，我觉得就是完成了我的这个送件之后，我真的觉得我需要给自己来一个净化的仪式。所以我就在想说，我需要来分享一下净化，就是这也是嗯。通常会当你开始要更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会需要去常常做的一个步骤。我之前呢有在我的专业分享，就是我每天都会帮自己好好的洗手跟洗澡。那我觉得水的力量是一个很好的力量。然后，另外一个我每天都会做的就是我会帮自己用书写的方式去理清我的思绪。我可能会用写日记的方式，或者是，有时候我会画画，然后大部分都是用写的啊，因为，我对文字撰写是比较有感觉的，所以我常常透过书写去理清我自己。那我有时候会察觉自己情绪比较多的时候，我就是会，把这些想法完全不加思索的写在纸上，然后，我有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折起来，然后先撕掉，然后再用打火机就是烧掉，就是把这些不好的情绪就是送走这样。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善于表达的人，对我来说就是还蛮有帮助的哦。所以如果你也在，就是你有一些言言不由衷，或者是有苦难言，对，应该是有苦难言，无法说出的情绪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你先准备一张白纸哦，然后，你先静下来，就是拿起一支笔，然后你就开始写，写什么都没有关系。接着你就会发现，你开始有很多东西想要写。有时候写不出来也没关系，你就等它一下，然后想写的时候你就让它继续写。我记得之前在和我的一个约会对象在跟他吵架的时候，然后那一次很激动，写满满一张 A4 的纸，都是一些很不堪入目的，就是都在骂对方啊，或者是觉得啊你怎么不懂我心情啊，就是像这种的，就是一些很坏很坏的情绪。然后我写完之后，我就很努力把它撕得很碎很碎哦。然后我就是后来把那张纸烧掉以后，我就觉得，哎，好像有什么东西，就是终于离开我的身体，然后就终于觉得比较舒服一点。那我觉得每个情绪都是很珍贵的，不管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比较容易压抑自己的人的话，我觉得这种方式是一个蛮好的、蛮好的开始。那我其实做这个书写大概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从去年疫情是4月的时候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只要觉得心情不好，我就去写；有的时候没有觉得怎样，我也会去写这样子。有时候你没有觉得怎样，可是其实你的心里其实就是有那一点什么很像不舒服的东西，很像一颗小石头压在你的心里。然后你就是觉得，哎，我今天很好啊，可是又是，哎，好像又觉得哪边怪怪的，又说不上。然后你就是去这时候你开始书写的时候，你就可以把那颗小石头找出来哦。
会形容那个过程很像是一个 debug，就是你怎么帮自己 debug。之前呢，有一个好朋友，就是跟我说，他有时候写一写就会写到哭哦。嗯，然后他就很意外自己怎么会写到哭，然后就跟他说，可是你不觉得这样子很有成就感吗？因为就是很像你在抓漏，有点像是屋顶漏水了，然后你在抓漏，或者说很像你在打电玩，然后你在游戏闯关啊，然后你就很像每次写完一页以后，你抓到一个，你帮自己抵了一个 bug，你觉得很像又破了一关，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哦。所以不需要觉得说，我都已经，比方说我都已经静坐了好几年了，然后，我都已经就是怎么样怎么样了，怎么还会为了就是一个就是书写，然后我就哭了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你是因为一个人是永远哭不完的。我记得有一次。我写一写以后，我就突然流出一些很像人格分裂的字句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记起的，就是我比较印象比较有的是，我可以连接大概4个不同的时空的我。然后那时候发现，现在在写的这个好像不是现在这个时空的我，是另外一个时空的我在写。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居住的环境啊，他那个时候的时间年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写完后我就有点自己就有点吓到。然后这个发生过不止一次哦，有时候写一写就是会开始有别的时空的自己，突然就是他可能有话想说吧，那个时候我有话想说。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会觉得很惊讶，就会觉得，奇怪，我这辈子的课题，然后还不够多吗？都已经疗愈不完了，然后还要跑出其他辈子的问题来困扰我。当然，我觉得就是，嗯，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当下会需要释放的一个情绪哦，就是它卡住的不是在我现在这个时空中，而是别的时空。那我觉得，我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认识我自己，也是一个蛮特别的经验，因为一定是我当下有能力去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它才会浮上来。所以我还蛮推荐大家这个方法，如果你跟我一样是一个比较压抑自己的人，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上网搜寻自由书写。或者是有些人会叫它子弹书写，这个就是我平常在为自己做的。但我的这个案子就是告一个阶段之后，我想要帮自己做一个更大的仪式了。我就有咨询了我的好朋友，他是一个比较主动在魔法途径的实践者，我就询问了他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仪式。那他提出了，其实也是，跟我的也是蛮像的，就是他说他也是会先，冥想跟净化自己的思绪，然后他说他会，用药草浴的方式帮助自己去告别一些旧的事物，然后迎接一些新的事物。然后你在泡完这个药草浴之后呢，你就是把你需要告别的事情写在纸上，接着你一样用打火机把这张纸划掉，把它们送走。那这个我没有做过，因为它就是我会觉得要准备药草还蛮麻烦的。不过我想，就是如果你是用海盐泡澡，其实应该也是可以的。或者是你单纯的就是把你想要告别的事情写在纸上，
然后你一样就是用火的力量把它送走。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蛮快的告别的方法，就是当你要所谓的送旧除旧布新，就是把一些比方说你列个5到10项啊，你想要跟什么东西说再见，然后把它们都写在纸上，然后再用火的力量把它送走。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蛮好的仪式。然后这几天就是台湾有那个台风，台风是一个蛮好做净化的一个时机哦，因为台风本身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自然的魔法，它是这世界上的第一个魔法，就是来自我们的大地之母的第一个魔法台风。所以当就是台风来的时候呢，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仪式啊，你要做什么冥想啊，什么效果都是加倍的，尤其是这个时候很适合帮自己做一个净化。然后如果你想要知道我刚刚说的那个药草浴啊，它里面的那个药草，它是用那个尤加利叶跟朱达是那个云草。我不知道台湾买不买得到啊。不过它就是用这两个药草去，我觉得用精油应该也是可以，可是你如果直接用植物的话，应该会比较好。好，然后，嗯、这个是关于仪式的部分哦。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我还蛮推荐的，就是如果你住在台北的话，北投有一个温泉，它的那个来源是那个青黄，这应该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就是它里面是有镭元素的那个温泉哦。我觉得那个温泉，就是功效还蛮好的哦，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泡温泉的人。然后我泡过很多温泉，我觉得，青黄泉真的是对于如果你是有一些需要放松，你神经容易紧绷，你的肌肉容易绷起来的话，还蛮推荐你去泡温泉的。你可以找一个，其实野溪的温泉应该也可以耶，就是找一个可以泡澡的地方，然后最好是温泉，然后你一边泡澡一边冥想。嗯，你就是冥想的时候，你可能因为你在泡澡，你可能会出汗嘛，它就是想象你把身体的这些你想要带走的东西，就是随着你的那个汗水一起排出你的身体哦。然后如果假设啊，那个温泉的地方就是刚好有 SPA 的话，你就是可以去用那个 SPA 的那个水柱冲你的前胸后背，因为呃我们的情绪蛮容易累积在这两个地方哦，前胸跟后背，大家可以试试看。我的话通常都是会卡在我的上半背部的部分，所以我都会就是会需要当我的上半，人家说很像老人在拍背，就是当你在拍背拍很大力的时候，有时候就会突然有一种很微微的想哭的感觉。那就是你有一些情绪，看有一些东西积在那边哦，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就是如果你找不到人帮你拍背的话，你就去做那个 SPA 的那个水流哦，就是冲击一下，把你的情绪给慢慢的释放。像我很多人就是容易肩颈啊紧绷啊，腰酸背痛啊。就很多的时候都是一个压力的累积哦，所以不要再带着这些情绪到跟着你一直走下去哦，你需要越来越轻盈的一个身体。所以今天介绍的这3个方法，不知道大家回去有没有兴趣试试看？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或是你有想要听我说哪一部分的话，
请你在下面留言哦，因为我都会看，虽然我不是一个很会回复人家讯息或是留言的人哦，不过就是我还蛮需要大家给我意见，就是你们想要听我聊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做频道其实是有点奇怪哦，要一直对着空气讲话。如果有人可以提供我一些你想看什么主题的话，那我会非常的感谢你。好，那我要祝福你，也要祝福你在这个周末感到非常的愉快。那我们下次再见。